有没有人曾经给自己立过目标？例如，我这个月或者是今年都不买东西了。话说的都很简单，可实践起来没多久就放弃了。过段时间看到新品发售，哪里活动又打折了，这钱包啊就哐哐哐的又掏出来了。我以前啊也会这样给自己乱定目标，先忍住不买任何东西，可到头来得到的是来自自己的报复性消费，克制了那么久，又让我一次性买的更多。这种循环就像节食后暴饮暴食，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推回原点。可今年就不一样了，我是真的打心底不想买任何东西，我这物欲也降了很多。所以啊，我劝今天点进视频的朋友们都能认真的看下去，说不定也能帮你压住一下你的购物欲。这期的视频想法最直接的出发点是前几个月我过生日，朋友问我想要什么礼物，我是真的想了很久，也想不出来一个答案。以前的我可能会脱口而出好几个在清单上想要购买的东西，现在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把钱花在哪里。当我的这个欲望啊降到某个程度之后，才发现以前对新物品的渴望都是被网上营销出来的。像现在我看到每个人都人手一台大疆 Osmo Pocket 3的小相机，网上全在告诉你这台相机有多清晰，还可以美颜，能把人拍得多好看。可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一年能出多少次门？就算你天天出门了，能有多少次机会真正拿着一个小相机到处拍的？说到底，它再怎么样也是一台小相机，再怎么清晰也比不过专业相机。再举个例子好了，我家里呢有3个水瓶啊，都是我超级喜欢用的，每天喝水都很开心，而且拥有3个这个数量对我来说是已经能覆盖我日常的使用场景，它已经完美的满足了我所有的需求，再多一个只会变成占据空间的负担。所以很多东西你拥有它的快乐并不会比没有它多出多少，甚至还可能是个麻烦哟。你要是想让自己内心变得富足起来，就应该理性的去正视生活里的需求。现在你让我晚饭过后沿着河边散步，或者是戴着耳机听歌出门闲逛，就已经感觉到很幸福了。所以啊，有些新鲜感不一定要来自于消费，也可以是生活的本身。我们要时刻保持着一颗感恩的心态，对于目前生活感到满足的想法，比如去感激一下你现在能住在一个宽敞明亮的房子里，感激一下自己的身体很健康，无痛无病，甚至还能有一辆代步车，哪怕它不是豪车，但起码能带你去任何想要去的地方。正因为这些条件你都拥有了，才会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，就会想要去获得更多。你衣服里面已经有好几款包了，要是换个角度去想，有些人啊一辈子都没有能力拥有其中的一款，而你却因为这个包的款式不够保值，不够时髦，就想要去换一个更贵的。在如今的互联网环境下，每秒钟都在推送成千上万条的信息，我们对于生活的不满足感就是这么被放大的。你家里这条衣服其实还能穿个好几年，这个水瓶保温效果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可视频和广告会不停地暗示你这个款式今年不流行了，这个水瓶的保温效果增强了多2个小时，紧接着你就屁颠屁颠的去换新的。我们生活里那些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东西，是别人一辈子都不敢想象的奢侈品。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意识，当我刷到网络上的一些开箱视频，每一次开都是几十件全新的物品，每天都有一堆包裹到家。说实在的，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每天都有几十个快递，更不可能有机会能用上所有的东西。这几箱东西的总价就是有些人几个月的收入。正因为这份差距，让我更愿意保持克制，让消费回到真正必要的范围里面。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我不可能也不需要拥有太多东西。我生活节奏很灵活，经常呢会搬到不同的地方住，有时候一个地方只待几个月，所以我的东西必须保持在能随时打包带走的范围里，所以能装进行李箱里才是我真正会用到的衣物。我以前也有过东西要多一点才安心的想法，家里的衣柜里塞满衣服，未开封过的瓶瓶罐罐全堆满在柜子里，当我真的要出门的时候才
发现用的最多的其实也就那几样。所谓拥有的多，是在无形中增加生活负担，所以我现在更愿意让自己的生活保持在一个刚刚好的状态里，东西不多不少，每件东西呢还能用得上。这也是我今年能坚定的去说，我不再去购买新东西，因为我的生活不再需要物品来填充，也不想让他们反过来束缚我的自由。还有一个让我不想再随便买东西的原因，是我越来越能看见金钱背后的付出。有时看到一些辛苦岗位上工作的人，他们一天的工资可能是我们随手买的一件衣服、几支口红的价格，更别说我们还能为了喜欢的潮玩玩偶，一花就是花几千块钱买回来都不带心痛。这些钱都是别人的1-2个月工资，还有在我们平时生活圈里看不到，在饱受战争的国家，人们连最基本的安全感都没有。在一些发展不完善的地区，他们每天的精力都用来填饱肚子，只是因为我们没有亲眼看到，就容易把自己的生活过成理所当然。我曾经呢在深圳短租过一段时间，那天路过人才市场，看到很多人拖着沉重的行李，我当时还在想，这些人是要去旅行还是搬家？后来啊，我就跟司机聊天，才得知他们大多来自外省，为了来这边找一份工作，而且大部分人都是从最低的底薪开始。我那天就在天街上站了很久，一边去思考很多的情绪，就比如说我们在商场里纠结这套餐具要不要买的时候，有人还在为1天3顿的饭钱发愁。就是这样的落差会让我觉得花钱这件事情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随意，尤其是现在的网购让一切变得太方便了，今天下单明后天就能送到你家门口。正因为这样的快速便捷方式，才让我们容易忘记金钱的分量，忘记它背后是多少人的时间、体力和汗水。网络的便利性呢，并不代表它就应该被滥用。真正懂得花钱的人，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依然懂得节制，不会让小钱变成大笔的浪费。要把钱和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情上，比如你的健康、个人成长和亲身体验，而不是无休止的去买新东西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。希望这期内容呢，对正在看视频的你有很大的启发，也希望你能在每次消费中多一点理性。好了，如果喜欢今天这期视频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，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认可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